有沒有人曾經加班到晚上11點，主管經過只說一句辛苦了，然後就走了？你心裡想，我的加班費呢？還有沒有這種情況？你幫朋友搬家，搬完腰快斷了，最後得到一句改天請你吃飯，結果改天比世界末日還晚。各位有沒有發現，人生最容易讓人灰心的，不是辛苦，而是辛苦以後好像沒有回報。然後呢，今天的經文以西結書29章17節一直到30章9節，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。背景很簡單，巴比倫王花了13年圍攻推羅，13年耶！今天讀起來一行字，但如果換成現代，就是從國小畢業一路工作到研究所畢業，頭髮都白一半了。結果呢，推羅最後的財寶大部分早就搬走了，巴比倫王累得半死，收穫卻很有限。這時候神突然說一句超有意思的話，我要把埃及賜給巴比倫王作為他的工價。各位，神居然在發薪水耶！然後呢，我第一次讀到這裡就在想，原來神沒有忘記人的付出。雖然巴比倫不是因為敬拜神才打仗，但神仍然按他的主權使用歷史，也按他的安排給出結果。這提醒我們一件事，不是每一份努力都會立刻在原本期待的地方開花。有時候你期待公司加薪，神卻開另一扇門；你期待那段感情成功，神卻帶來更成熟的生命；你期待今天有收穫，神卻把祝福放在明天。然後呢，現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太喜歡立即送達，點外送30分鐘，網購隔天到，影片2倍速，連泡麵都嫌3分鐘太久。可是神很多時候不是即時配送，而是最佳時機配送。我們一直看手錶，神一直看時間表，差很多齁。然後呢，接着經文來到第30章，神開始宣告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。埃及一直以為自己很強有尼羅河，有軍隊，有盟友，根本天下無敵啦。結果神說，真正決定歷史的不是法老，是神。各位有沒有發現，現代人也很喜歡建立自己的埃及哦。有人說，只要存到1000萬，我就安心。存到了，開始怕通貨膨脹。有人說，只要升主管，我就快樂。升了，開始怕被拉下來。有人說，只要退休就幸福。退休第1天很開心啦，第3天開始不知道要幹嘛。原來很多人追求的不是平安，只是換一種焦慮。然後呢，神為什麼一直提埃及啊？因為埃及一直是以色列錯誤的依靠，每次有危機，第一個想到的不是神，是埃及。翻譯成今天就是一有問題先查 Google， 再問 AI， 最後才想到禱告。不是說 Google 不好啦，也不是說 AI 不好哦，而是很多時候我們把工具放在神的位置，工具可以幫助你，不能拯救你。然後呢，我發現人生有個很有趣的現象，越能控制的事情我們越放心，越不能控制的事情我們越想控制。像孩子长大，像健康，像明天，拼命想抓卻抓不住。神今天就在提醒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要靠你控制，有些事情要靠你信靠。信靠不是放棄努力，而是努力之後不讓焦慮接管你的心。然後呢，經文最後提到，當神出手，埃及和依靠埃及的人都會震動。這不是因為神喜歡毀壞，而是因為神要人知道，真正可靠的不是最強大的帝國，而是最信實的上帝。
今天你的工作可能改變，市場可能改變，科技可能改變，世界局勢可能改變，但神的應許沒有改變。所以不要因為今天沒有看到結果，就懷疑神沒有工作。巴比倫打了13年才知道，神的工價也許不是照你的時間發放，但他從不積欠。人生真正的盼望，不是每一次努力都立刻成功，而是相信每一次忠心，神都看見；每一滴汗水，神都紀念；每一段等待，神都有他最好的時間。金句：神的祝福也許不照你的時鐘抵達，但一定照他最好的時間到達。忠心的人永遠不會白白付出。